解释一认为，蓝色监狱能进第一球根源在于米士林身上。虽然他刚才错失了一球，但是只要下次再准一点，还是有机会。米士林一问他是不是在激将法，除了进球，一切都将毫无价值。阿杰想说的意思是因为一开始米士林就带了个好头，所以大家才有了很棒的即兴发挥。但米士林却根本不关心这些，他反问阿杰：“你最后不也奔着进球去了吗？在中场组织进攻的时候，你明明像个跟班一样跟着我跑，但到了球门前却完全暴露私心，跑去争攻。”阿杰瘪嘴：“难道不行吗？”“行，当然行。”米士林并不觉得这样做是错的，他反而觉得这样做正好。为了各自的目的，相互利用，相互吞噬，这种扭曲的关系对他和阿杰来说才是最正常的。阿杰明白，就是这种距离感才创造出了未知的表现。虽然他和林现在成了敌人的威胁，但是他们没办法想着合谋，必须为了各自的进球而拼搏。上半场比赛还剩下15分钟，时间不长，但是一时间很难预判后面会是什么情况。比分1-1，比赛重新开始。米士林率先对上哥哥米什牙，并跟他打招呼：“喂，上半场已经过去30分钟了，这么久不见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吗？臭老哥！”米什牙只是抬头看了眼他，并没有回话。米士林继续撂狠话：“这不是属于你的比赛，而是我超越你的比赛。”米士林几次想抢球，但哥哥防得天衣无缝。高速踩单之后，紧接着转向左边，看到哥哥变向，米士林也跟着转身。可是他刚动身，米什牙就转向右边冲锋，几度改向，秀得人眼花缭乱。但米士林还是跟上了哥哥的步伐，两人贴得很紧，谁也不让谁。越是这种时候，对峙越危险，所以双方队友都让他们传球。阿杰冲林大喊，示意自己会协助他，但是林满脑子都是和哥哥较量，别碍事杰，闲杂人等一边去，我们兄弟俩打得正起劲儿呢。虽然米什牙没有说话，但是这片球场俨然弥漫起了硝烟。看到这一场景，乐子人坐不住了，真的吗？俩兄弟要在这种舞台上打架吗？当然，也有忧心忡忡的人，都怎么回事？拿国家队比赛当自己的表演秀吗？米士林、米什牙谁也不让，互相推搡。哥哥反手架住林，阻止他抢球，这一架势给阿杰看傻眼了。米什牙用相当厉害的肩部卡位，借着林抢球的时机原地转身，想和他拉开距离，但是林也察觉到他的意图，跟上他的脚步，两人一前一后死死纠缠。林注视哥哥脚下的球，而米什牙相当淡定地说：“如果你还是一直这样以我的弟弟自居，那你永远无法超越我。”米什牙这一刀穿当牛尾巴过人，眼疾手快，让米士林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阿杰也看懵了，米什牙轻而易举的突破中场，显然兄弟对决第一回合是哥哥更胜一筹。乌里人不满：“你倒是赢他呀，蠢货！傻帽接毛巾。”医生觉得现在的情况更要紧，对方肯定会蜂拥而上，他急忙让二子警惕后防线。二子回想起慧心说的话：“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身高和速度都很平庸，却入选了主力后卫吗？”二子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视野，毫无疑问，慧心就是看中了这一点。你能准确把握战场的状况，这种出类拔萃的解读能力将成为蓝色监狱最大的监视塔。而一场比赛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感知到所有意图和米什牙配合的选手。二子纵观全场寻找目标，不是去看持球的人，而是在从他附近蠢蠢欲动的人当中迅速找到那个最危险的入侵者，排除出去。米什牙将球传出去，国家队球员果然围了上来。二子首先盯上了闪堂，不过这看着不像普通传球，球在减速，是比较容易停球的逆旋转球。这种轻飘飘的传球，就算自己用尽全力冲刺，距离球到落点还是有半步。不对，这也太明显了。二子反应过来，这是米什牙为了引出自己破坏阵型设下的陷阱，是为了让前锋用简单的触球突破自己的防守，冲过去的话就完蛋了。不过自己大可以将计就计，你太天真了，天才！二子在还差半步时紧急杀脚，我错过了，不，我装的。他这一下给闪堂整不会了，他停球不稳，让球弹起来了。二子一看这是个好机会，立马扭腰拧背将球踢了出去。这一下坏了吧，闪堂，等会儿米什牙又要骂你了。二子这一脚瞬间逆转局面，又可以重新组织进攻了。乌里人接到球还不忘夸一句：“干得漂亮，呆子！上把该反击了，傻子们！”乌里人这一套又一套脏话，让若有点听不下去，连忙跟队友萨博流吐槽：“这个关系强的人很没素质。”嘴碎是一回事，但乌里人发挥得很稳。结合事先预习的视频，他基本已经在实战中分析出来了。U20防守战术分为3个层次，球一旦落到对方手上，萨博流会立刻上前施压，破坏节奏，然后4名强大的后卫在后面各司其职，用区域防守打造铜墙铁壁来应对进攻。整个计划基本没有弱点，可是没有弱点，那就制造弱点。更何况咱们这儿还有超强的飞行器，去吧一夜接球，让乌里人和他一起冲过去。米勒立马防了上来，还不忘说点垃圾话：“那你就试试呀，菜鸟忍者，你的脚步可一点也不隐蔽呀，有没有可能这是专门给你看的呢？我可没说要自个儿干呢。”也将球传给乌里人，接着乌也回传，迅速推进。米勒看明白了他们的思路，不禁感慨道：“哎，你们真有两下子呀！你和那个大板枪的倒是一对好搭档的，可惜也只能和我打成平手。”也知道他和乌里人的推进会遇到
最难攻坚的防线，也就是国家队第3层防守战术。艾空的超强防守能力，艾空帅气登场，真可惜啊，忍者兄，这3个层次就是 U20 的防守机制，艾空势在必得。郑巨人易如反掌，一夜却骂道：“白痴，谁跟他是搭档啊？”米勒和艾空都已经，乌里人这才说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这里，从右边路贴近边线的地方冲上来吧。第3支箭，蓝色监狱最快的韦陀天，相传韦陀天在一瞬间跑了1280万公里，是货真价实的飞毛腿，就是夸张的形容跑得快的意思。前切如一支飞箭从边路射了上来，大家都知道他一定赶得上，给他们放血吧，大小姐！别人都叫大小姐，没素质的乌里人只说上啊红毛。前切不停加速吧我的双脚，但在他飞奔的时候，艾空已经反应过来，并朝这边赶过来了。那你就试试抓住我吧。论运用整个战场的综合能力，也许我确实比不过你，但这里是右边路，是一条纵向直线跑道，在这里我不会输，我的速度可以震惊世界。前切一路狂奔，艾空扑上来却只碰到他的残影，这风驰电掣的速度果然震撼了世界，大家都被这一幕震惊到失语。我梦想中的一刻就是现在。解说员也忍不住激动，好厉害的加速能力啊！蓝色监狱的4号前切爆马，从右边路突破，创造了机会。蓝色监狱11节一口气冲到了球门前，这时候大部分人都围到了球门前，前切在思考是不是该继续深入。不好，有一个人从正面冲过来了，可恶，只能传球了，但是传给谁呢？血宫那边有人，纸那边也有。此时防得最松的是乌里人那边，说是防得松，他那边根本就一个人都没有。乌里人像是早就料到了这步，谁会甘心一直防守啊，呆子！绝佳的进球机会归我了，凡人们！前切决定将球传给乌里人，还让他别忘了欠自己这个人情，传到红毛。前切先行一脚传出去，这时候解说员才注意到后面的乌里人身边竟无人防守，乌里人胸有成竹，这个距离正好在自己的射程内，那就多谢款待了。可是话还没说完，球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米施雅打断了，乌里人感觉脑瓜嗡嗡响，真的假的？米施雅竟然精准预判了自己的跑位，这种被人看透的压迫感让乌里人有点窒息。但稍后发生的事更让人惊讶，米施雅踢出去的球来到了米士岭这边，但米士岭面对的是国家队最强防守艾空，艾空全神贯注，有本事就射门呢。艾空摆出着全力以赴的架势，之前他的确太小看蓝色监狱了，他原本以为这群先锋充其量也就是日本高中生的水平，只知道老是遵守教练部署的战术，是一群典型的废物日本人。但经过半场切磋，他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蓝色监狱里都是一心想要亲手改变命运的饥饿野兽。突然阿杰从艾空身后跑动，零，这一声呼喊是叫给艾空听的，他又出来干扰视线了。艾空觉得他来的正好，你们想用2打1来甩掉我们，那就试试呀，这个距离你们也不能射门吧，来呀，要用短传2过1嘛。零做是要传球，艾空大喜，刚刚果然只是幌子，他看出来了，米士林惯用脚是右脚，如果模仿米施雅左脚射门，威力和精准度就会像刚才那样下降2个级别，所以他防住了零擅长右脚射门的线路，放松了左脚射门的线路，右脚被堵死的米士林在这个姿势下只能用左脚射门。艾空笃定这种情况下零不会射门。